10倍的光学长焦镜头终于回来啦！而且这次不是单纯的回归而已，硬体规格还整个大升级，换了更大的感光元件，像素也直接拉升到了5000万像素啊！但最让人意外的是，把这10倍光学长焦镜头带回手机界，并不是三星啊，而是 OPPO 啊！今天要来开箱就是这一台 OPPO Find X9 Ultra， 真的让我蛮兴奋，因为它的镜头规格呢真的是超级豪华，总共具备5颗镜头啊，其中2颗更是2亿像素等级的。那长焦的话，则配了一个3倍和10倍的2种长焦镜头啊，连 OPPO 招牌的这个原色真彩镜头也有所升级，我觉得整体的规格真的是诚意满满。所以今天影片呢，我打算直接来一个大乱斗啊，让 OPPO 啊跟 vivo、三星、苹果来一场长焦之战，看看这新增的这颗10倍长焦镜头和双2亿像素的规格，究竟谁拍起来比较强？那此外 ，OPPO 这次也是非常丧心病狂啊，带来一个比手机还长的300mm 的外挂针距镜啊。我今天有来实测这颗针距镜是真的有用，还是单纯只是负担而已。那影片最后我会讲一下这款手机实际用起来的感觉究竟如何，毕竟这终究是一款手机，不是相机啊。所以除了拍照以外呢，我会把整体的使用体验和购买建议一次讲清楚。那我们就开始吧。那我们就先来一个长焦大乱斗吧。这次的参赛选手会有 OPPO Find X9 Ultra、苹果的 iPhone 17 Pro、三星的 S26 Ultra 以及 vivo 的 X300 Pro。我知道已经有人在打字留言说，为什么不是 X300 Ultra 而是 X300 Pro？ 我只能说呢，因为我的 X300 Ultra 还在路上，我手上现在只有 X300 Pro 啊。所以如果真的很想看这2台 Ultra 厮杀到血流成河的话呢，底下留言告诉我，我之后再来拍。今天就先以这4支为主啊。那我们就进入第一张的样张比较。首先这一张玫瑰花的部分，那这张我想要比拼的是3倍到4倍的变焦范围啊，但是因为有的手机光学变焦是3.7倍，有的只是4倍，所以为了公平的比较，所以我自己有移动一下拍摄的位置，让每一台手机都是在最佳的光学变焦的焦段来比拼这个近距离的拍摄。那首先在没放大之前呢，我第一眼观感比较好的会是 OPPO 跟 vivo。OPPO 给我感觉是比较接近肉眼所见，但是又拍得蛮美。那 vivo 只有拉高了一点亮度，整体的红色感觉是蛮饱和的。2个影像氛围感是不太一样。三星的其实也不错，而苹果总感觉有点粗糙的感觉。那接着放大到花蕊的部分，这时候就会发现苹果的为什么会有粗糙感觉，因为它的细节实在是不太行。而细节部分上来讲的话 ，vivo 细节是很不错的，花蕊上的小毛屑都有抓到。不过整体来讲会比较有 AI 计算的痕迹。而 OPPO 在这边则是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就是细节有，但整体来讲更加自然一点，就蛮像是相机的感觉。那第3名的话，我可能会给三星的，而最后一名则是悲剧的苹果啊，这看起来就跟前一个世代拍起来感觉很像。那你们最喜欢哪一张照片呢？然后接着我们来比10倍的部分，这时候就是有感的差异了。放大小节的这一块来看，可以看到 OPPO 细节是最好，真的不愧是10倍的光学变焦。而且这边我其实还额外设了一个陷阱啊，就是我现在拍的这个猎人小节模型呢，它的衣服和裤子其实是有横条细节，但这一点只有 OPPO Find X9 Ultra 有还原出来，其他人都是糊成一片啊。这个10倍的光学镜头真的有料啊！然后再来一个30倍的比较。那这边就可以很明显的发现 ，iPhone 直接就出局了，还没放大之前就出局，真的是蛮可怜的，可怜啊！然后放大来看的话 ，OPPO 和 vivo 细节都还蛮不错。不过如果你仔细看上面的某个部位，就是这个精致的这个部位，这边我觉得还原最好会是 OPPO Find X9 Ultra， 这10倍光学变焦是真的好香啊！然后此外都来到30倍，这时候一定要测试看看 OPPO 外挂针距镜的效果究竟如何。刚刚这个原生镜头就已经表现非常好了，这时候如果再加上外挂针距镜，哇，这细节真的是很夸张，变超好。有装针距镜跟没有装针距镜，两者一比就高下立判。你看这个精致的部分又更加的清晰了。这一次的 OPPO 外挂针距镜真的很猛，不过这个体积和重量也是真的蛮大的。基本上针距镜的长度都比手机长，我自己这几天拍摄下来，觉得它的光学底子真的很好，拍摄起来的照片也很美。不过拿起来是会有点沉的，就要稍微习惯一下。那当然，他们这次也是有提供这个镜头脚架环的部分，就可以稍微辅助一下，也可以架在脚架上，就真的非常有大炮感。那我自己拍摄的建议是，一般的时候我觉得原生的镜头就是依靠这10倍光学变焦和3倍的2亿像素的长焦镜头，这个组合就已经非常能打了。那他们发表会上甚至拿原生10倍的光学变焦对比 X9 Pro 加针距镜，两者的表现其实是不相上下。
我自己的个人建议是，除非你真的要非常高频率的拍摄远距离的东西，像是你在演唱会啊，或者你在赏鸟，要不然原生的镜头其实用起来更加的顺手。主要原因是因为你装上真距镜之后呢，焦段就会限制在13倍到200倍之间啊，要切换到超广角或主镜头就需要额外拆装。那除了有真距镜以外呢，他们这次的镜头套装也有手机壳和装饰环那一些。不过这次的手机壳依旧走的会是蓝牙连续去操作，这点就稍微比较可惜一点。我自己会比较希望是 USB-C 直连啊，使用起来应该会更加方便一点。那血流成河的长焦对决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啦。那不知道你们觉得哪一款手机的表现更好？那接着聊一下我这一阵子使用这款手机的拍照体验。我首先真的觉得这个手机具备这5颗镜头真的是超级好用。我拿到手机后呢，有去华山听了一场表演，我自己肉眼看到的是这样，但实际拍出来的呢是这样啊，拍到魏如萱都比大拇指啦。那我还听了熊仔，我看到的是这样。但实际拍出来是这样啊，熊仔真的蛮帅。那这些照片都是手持进行拍摄，并没有装上外挂真距镜，这个效果就已经非常好，真的很不错。那其他日常的场景，我也是感觉这5颗镜头给你很齐全的焦段选择啊，从超广角一路到30倍，我觉得都是非常可用的范围，拍摄起来真的非常顺手。虽然说我体验日子没有到非常多，但是真的是随便拍都非常好看。那这次除了长焦很好用以外呢，双2亿像素的镜头规格也是非常扎实的。针对一些场景拍摄2亿像素就可以有更多的细节，而且这次2亿像素的处理速度也加快了，没有像之前那种过场动画需要等待的感觉，这个真的很值得给推啊。那拍照上还有一点很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这次的滤镜，这次的和光滤镜模拟的是胶片的风格，整体拍下来蛮好看，有点负片的感觉。然后浓郁的这款滤镜则是底片的正片感，这个也蛮好用，在下雨天啊或者什么时候拍起来都蛮好看。那这2款滤镜基本上算是怎么用都好看的选择啊，算是很不错的滤镜。那除了这2款以外呢，他们总共有15款的滤镜啊，超多种选择的。而且在大师模式之下呢，每一款都还可以再细调参数啊，就可玩性超大。那说到拍摄体验，还有一点很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的 OPPO Find X9 Ultra 机身新增了一个橘色的相机快门啊，真的是蛮显眼好看的，很有哈苏的味道，拿来快速启动相机，真的还是非常方便的一个选择。然后接着我想聊一下这次的 AI 啦，我其实是觉得 OPPO 的 AI 做得很实在，很有用。像之前的记忆舱，你透过这个侧边按钮，直接按一下就可以快速记录你的萤幕画面。但这次又升级了，它现在还可以记账了。你在网拍时，或者你在发票拿到时，你只要拍一下，按一下，它就直接 AI 分类、AI 记录啊，就非常简单的记账方式。你现在要做的就只有按一下而已，真的超方便。我记得我之前在用 X9 Pro 的时候，我就超想要这个功能。那这次国际版也有，真的超棒。然后除了记账以外呢，这次的 AI 翻译也很有趣啊。你在内建翻译的 App 内呢，你可以直接拍摄外文的菜单，它会直接进行翻译。那当然到这边都没有什么特别来的是，它除了单纯翻译以外呢，它会把这个菜单透过 AI 创建一个点餐网站给你啊。那你看一下这个菜色可能长的样子，就是它的图和文字都是 AI 描述、AI 生图，但就做了一个线上的点餐网，让你可以进行参考。针对那种很难查到这道菜长什么样子的时候呢，有一个网站可以直接看，直接猜一下这菜色的感觉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此外，这次 MyPilot 也更加齐全了。它除了可以查询记忆舱的资讯以外呢，还可以选择多种 AI 模型，像是有 Gemini 或者是 Perplexity。那当然成熟大人是没有在选择，我全部都要。所以你是可以一次把多个模型勾选起来，然后一次询问多个 AI， 这真的超爽。到这边很想许愿，就希望之后可以再增加 ChatGPT 啊、Manus 啊以及 Cloud 这3种模型进去啊，这样真的是太梦幻了，真的是梦幻组合的感觉。不过我自己觉得还有一点可以做得更好的是，虽然说 MyPilot 中可以选择让它连接你的机翼舱 MySpace， 不过有时候它还是会显示查询不到相关的资讯，就是希望它的联动可以再做得更好一点。不过瑕不掩瑜啊，整体来讲已经非常不错了。然后接着聊一下这一次的外观啦，我拿到这款是大地台原色啊，它采取的外观设计的理念是哈苏的 X2D 啊，一款要价45万的相机啊，整体首页质感做的是蛮好的，橘色的相机快门啊，然后镜头外围也有点缀一点橘色。那相机的内圈采取的是6角形的设计，那背面的话采取的是上下2层的分层设计，类皮革的分层让它很拿实呢，感觉更像是相机。然后上面也印了大大的 OPPO 和哈苏的字样，算是蛮用心在设计手机外观。那我想问问看说你们喜欢这种外观设计吗？底下留言告诉我吧。然后这款手机的重量是236克啊，刚刚听到这重量时总觉得很重，不过实际拿上手之后其实还可以，而且握持时没有头重脚轻的感觉，配重算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手指是刚好可以抵在这个相机的下缘，这个握感是非常稳固扎实。
然后还有一点一定要提及的是，它这次的处理器是高通的8以力 Gen 5，再搭配了一颗7050毫安时的超大电池啊！我必须说这款手机的续航力真的是超级夸张。我每天使用下来呢，每天晚上睡前几乎都还会增加30% 到50% 不等。我唯一一次接近没电的那天，是因为我早上射箭时呢，录制了2个小时的4K 影片啊。要么我觉得真的一天很难消耗完它的电量，它的电力表现真的非常夸张。好了，差不多就是今天这个 OPPO Find X9 Ultra 的使用心得啊。我觉得它的拍照表现，因为这双2亿像素以及那颗10倍的光学变焦镜头啊，整个底子是非常扎实的，给人的感觉就更像相机的感觉。AI 演算法介入的部分也变少，那光学的硬体又非常的强，这个真的是很强的一个组合啊。那撇开相机的部分，我觉得手机的表现是非常好。那最后我自己的购买建议是，如果你已经手持着 X9 Pro 的话呢，我个人使用上的感觉，我觉得升级上来应该是非常有感。我会蛮推荐你升级到这个 X9 Ultra， 因为这次还有国际版，真的算是可喜可贺啊。那总之就是我这一阵子的使用心得啦。那如果你对于这款 Find X9 Ultra 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疑问，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区提出讨论。那影片最后，如果你觉得今天影片对你有点意思、有点帮助的话呢，也记得帮我点赞这部影片，并且热推一下，热推对于我的频道还是非常有用的。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悄悄，拜拜。